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健康大家谈节目，我是主播张宏志。虽然我现在已经从安养院院长这个岗位上退休下来了，但这30年来，我在安养机构里看尽了生老病死，送走了无数的长辈，这些经历让我对于变老这件事有着比一般人更深刻、更直接的体会。我们常说人生70古来稀，但在现在医学发达的台湾社会里，70岁其实才正是到了决定后半生生活品质的关键分水岭。今天这期节目，我想跟大家聊聊为什么70岁这么重要，以及我们如何透过最简单的走路来判断甚至改变我们的寿命长短。在我们生活的周遭，一定有这样的现象，同样是70多岁的老人家，有的长辈每天早上还能去公园大步流星，打太极拳，跟朋友喝茶聊天，走起路来带风，嗓门亮堂。但也有些长辈刚过65岁退休没几年，身体就像泄了气的皮球一下子垮掉了，走2步路就喘，膝盖痛，腰背痛，整天跑医院挂号，甚至很快就离不开轮椅了。这中间的差别到底在哪里？很多人觉得这是命，是天生的基因决定的。我不否认遗传有点影响，但依照我过去管理安养院几十年的实务数据来看，基因的影响力远远不如你的后天生活习惯。特别是到了70岁这个关卡，身体的确会像一台开了几十年的老爷车，零件开始磨损，油路开始不顺，这是自然的生理现象。就像树叶到了秋天会从绿变黄一样，是一个缓慢而自然的过程。但是变黄不代表马上就要掉落。我们常看到一种说法叫做断崖式衰老，好像人一过某个年纪就会突然不行了。其实在我这个在第一线看了几十年的老安养院院长眼里，除了突发性的重大疾病之外，大部分的衰老都是温水煮青蛙。你今天懒得动，明天多吃一口高油高糖，后天觉得膝盖稍微有一点酸就不肯走路了，这些微小的放弃累积起来，才会导致最后的崩塌。70岁并不是衰老的断崖，而是身体给你的最后一道黄金调节期。只要保持正确的习惯，你的身体状态完全可以稳中向好，甚至比之前更有活力。经常有长辈跑来问我说，张院长啊，医院里的检查指标那么多，抽血、照光、做心电图，你为什么偏偏最看重走路呢？因为在安养院里，我们评估一位长辈还能撑多久，能不能独立高品质生活，最直观、最准确的指标就是看他怎么走路。走路看似简单，就是2条腿交替往前迈步，但这在医学上其实是一个牵涉到大脑皮质命令传导、神经末梢感应、骨骼支架支撑、肌肉收缩拉动、心肺供血供氧以及内耳前庭平衡系统的超级复杂工程。走路是日常生活中最基础的活动，但它却像是一场全身器官的联合演习，能最真实地反映出身体的整体健康底子。这就好比我们在安养院里检查一台抽水马达或者运转了几十年的机器，光看外表漆面没用，你得让它运转起来，听听齿轮的咬合声，看看水流的冲击力。如果一个70岁以上的长辈走路还能具备我接下来要详细剖析的这6个关键表现，那我敢大胆地说，你的身体机能至少还能让你高品质的再活20年，你的身体健康状态在大脑和肌肉的协调下依然非常充沛，离健康长寿可以说是近在咫尺。说到这里，我们要看的第一点表现就是步伐稳健，脚下有根，不晃不拖。这听起来像是句废话，但其实这背后代表的是你强大的防跌倒能力与核心控制力。在安养院里，我们最怕长辈发生什么事？不是怕普通的感冒发烧，最怕的就是跌倒。俗话说老人不经摔，很多长辈原本身体好好的，能吃能喝，结果一不小心摔了一跤，骨折住院。那一摔往往就是卧床的开始，只要一卧床，肌肉就会以每天惊人的速度衰退，紧接着就是肺部感染、褥疮、尿道感染。很多老人家就是因为摔了一跤，短短几个月内人就走了。步伐是否稳健，
主要取决于你腿部肌肉的力量和关节的韧性。如果你走路的时候每一步踩下去都是实实在在的，身体不会左右晃动，不会有那种头重脚轻，随时要倒的感觉，这说明你的下肢、大腿和小腿肌肉就像大楼的钢筋水泥柱一样稳固，你的核心肌群能稳稳拖住脊椎。更重要的是，你大脑里的小脑平衡功能和脚底的本体感觉神经非常敏锐。大家可以试着观察一下身边的人，有些长辈走路的时候鞋底是拖着地走的，发出沙沙的摩擦声，鞋底后跟磨损的特别厉害，甚至很容易被平地上的一点点地毯边缘绊一下，这就是极其危险的信号。拖地走说明大脑传导到脚趾的神经指令变迟钝了，下肢抬腿的肌肉没力气了。而步伐稳健的长辈，每一步都是在轻松对抗地心引力，脚踏实地，这就是你对抗衰老最硬核的证明，也是预防致命跌倒的最强保障。要检测自己脚下稳不稳，大家可以在家里试试靠墙站立，脚跟、臀部、后背贴着墙，看看自己能不能稳稳站立3分。钟不发晃，平时也可以做坐姿勾脚趾的动作，唤醒我们脚底那些沉睡的神经感应器。接下来我们要看的第二个表现就是步速和步幅适中，走路节奏连贯有劲。我在这里绝对不是要求大家像年轻人那样去竞走或者拼命赶路，但是你的走路速度和步子的大小不能过于瑟缩和缓慢。理想的步伐是舒适、自然且带有节奏感的，既不会让你感到喘不过气来，也不会显得软绵绵、拖拖拉拉。这样的步伐说明你的腿部髋关节和膝关节非常健康，周围的韧带富有弹性，肌肉力量完全足以支撑全身的重量。这几年大家如果关注健康资讯，一定会频繁听到一个词叫肌少症。肌少症可以说是老年健康的隐形杀手，随着年纪增长，如果我们不主动锻炼，肌肉就会像蒸发的水分一样快速流失。肌肉就像是我们体内的能量储备银行，肌肉一旦流失，全身的新陈代谢就会变慢，血糖、血压就变得极难控制，整个人看起来干瘪无力，连免疫力都会下降。能在路上迈开腿，步幅适中，有节奏的走路，这本身就是你的肌肉系统和骨骼框架依然坚固的强烈信号。我在安养院照顾过很多长辈，有些长辈就是因为肌少症，走起路来步子迈不开，只能一步一步挪，两只脚之间的距离比脚掌还窄，这就是肌肉银行透支的危险警报。当你在公园或者街头散步时，不需要刻意咬牙发力，就能保持一个让旁人看着就觉得这个人真有精神的速度，这就证明你的肌肉储备还在为你保驾护航。再来看第3点表现，也是非常考验身体硬实力的一点，那就是上下楼梯自如，膝盖和髋关节能提能放。这对于很多住在老旧公寓没有电梯的长辈来说，简直是一个天大的痛点。很多长辈常跟我叹气说，我走平路还凑合，可一看到眼前的台阶，我这双腿就发软，膝盖里面像是有针在扎一样痛，最后干脆几个月都不肯下楼一次。这其实很常见，因为上下楼梯时，膝关节和髋关节要承受比平时平地走路大上3到5倍的重压，需要大腿前侧的股四头肌、臀部大肌以及膝盖软骨完美的配合，能够自如上下楼梯，说明你的膝关节软骨依然保有润滑，周围的肌肉力量足够强大，能够起到像汽车避震器一样的缓冲作用。相反，如果上下楼梯时感到腿脚发软、膝盖发空、气喘吁吁或者剧烈酸痛，这就提示你的关节可能出现了退行性病变，或者大腿肌肉已经严重萎缩了。在安养院里，我观察过成百上千的长辈，那些到了70、80岁还能自己稳稳当当上下楼梯的人，他们的日常生活独立自理能力极强，心态也比那些天天需要别人扶着推着轮椅的长辈要自信开朗得多。很多人一觉得膝盖痛就完全不敢动，其实越是不动，膝盖周围的肌肉就越萎缩，
关节软骨，就越得不到滑液的滋养，最后形成恶性循环。我们不需要去硬爬几十层楼，但在家里坐在椅子上做大腿抬高伸直的静力收缩，就是零成本锻炼股四头肌的最佳方法。这比买任何昂贵的护膝和保健品都管用。第4个表现是步态平稳流畅，双臂能够自然前后摆动，而且转身的时候灵活自然，不会头晕。这个细节大家平时可能不太注意，但我们做临床观察和安养照顾的，一眼就能看出门道。什么叫流畅？就是你走路的时候，整体动作是连贯无间断的，没有那种像机器人一样的僵硬感或者卡顿感。走路时双臂能够随着脚步节奏自然的前后摆动，这看似是个习惯问题，实际上它代表着你的躯干脊椎在做微幅的协调扭转，证明大脑的基底核和运动皮质区传导非常顺畅。临床上，像帕金森氏症或者早期轻微脑中风的前兆，最典型的早期表现就是一侧手臂不再摆动，或者起步时脚像被粘在地上一样。另外，转身也是一个极其考验身体综合能力的动作。很多老人家直着走还行，别人在后面喊他一声，他一回头或者一转弯，身体就猛地一晃，甚至感到天旋地转，眼花缭乱。如果你在走路过程中能轻松流畅地转身改变方向，头部旋转时脖子不僵硬，眼睛不发黑，脚步不绊跤，这说明你的颈椎椎动脉供血充足，内耳前庭系统这个内置水准仪非常敏锐，你的大脑指挥系统依然高效率运转。第5个表现是走路时呼吸平稳，不感到胸闷或心慌气短。走路虽然是腿脚在迈步，但背后提供能源支撑的全靠我们的心肺系统。心肺就像是我们体内的发动机和高效抽水马达。那些走路姿态轻松、大步向前的人，无一例外都有着良好的心肺功能，能够源源不断地把新鲜氧气和养分通过血液输送到全身的各个器官。反观有些长辈坐着看电视的时候看不出异样，一旦让他起来走个200-300公尺，立马就喘得像抽水风箱一样，上气不接下气，甚至面色苍白，嘴唇发紫，胸口憋胀。这就是心肺功能严重下降、心脏泵血代偿不足的警告信号。如果你在日常快走或者散步20-30分钟后，虽然心跳略有加快，身体微热出汗，但呼吸依然有条不紊，甚至还能跟身边的老伙伴顺畅地聊天说话，那我要恭喜你，这说明你的心脏泵血有力，肺部气体交换效率极高，你的发动机依然性能卓越，这为你健康长寿打下了最坚实的基础。第6个表现也是很容易被大家忽视的一点，就是走完路之后感到神清气爽、精神焕发，而不是极度疲惫、软瘫虚脱。运动过后的身体反应是最真实的健康检视镜。科学适度的步行锻炼能够促进身体分泌内啡肽和多巴胺，打通全身的经络与血液循环，所以正常情况下走完路休息几分钟，你会觉得全身通畅，头脑清醒，心情愉快，连晚上睡觉都更香甜。但如果你每次走完路，哪怕只是走了很短一段距离，回家后就觉得全身酸痛难忍，精神极度萎缩，甚至连续2-3天都缓不过劲来，整个人像大病一场一样虚脱，这就说明你目前的身体基础状况处于严重透支状态，或者是步行强度远远超出了你器官所能承受的负荷。健康的行走状态应该是越走越有劲，越走精神越饱满。这种运动后的正向反馈，就是身体在告诉你，你走对了，你的生命活力正在被重新激活。讲完了这6个表现，我相信电视机前、手机前面的各位长辈和观众朋友们，此刻心里可能都在默默地给自己打分数。如果这6个表现你全中了，或者绝大部分都符合，我真心的为您拍手点赞，这说明您的身体根基非常棒，请继续保持下去。如果您发现自己只符合2-3项，甚至觉得有些吃力，走几步就关节痛或者发喘，也千万不要灰心气馁，更不要产生放弃的念头。
因为人体的适应能力和自我修复能力是超乎我们想象的。只要你从现在开始采取科学的方法，一步一步去调整，任何时候都完全来得及。我经常在安养院里跟长辈们讲大实话，健康长寿绝对不是靠吃多么昂贵的高级补品补出来的，也不是靠天天躺在床上保养养出来的。健康是靠你自己每天用2条腿一点一滴实实在在的走出来的。那么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走，才能既不伤关节，又能最大化的发挥走路的养生效果呢？这里面的学问可大着呢。现在网络上和社交软体上有各种各样古怪的传言，有的教老人家倒着走，有的教老人家去撞树，还有的鼓励老人家每天拼命走2万步，在朋友圈打卡。这些做法我都非常不赞成，甚至可以说是拿自己的身体开玩笑。我们讲科学行走的干货，首先第一点就是要讲究适度的强度。很多长辈以为在公园里漫无目的的溜达慢走就算运动了，其实那种散步只能叫身体活动，达不到强健心肺和肌肉的效果。但反过来，盲目追求步数和速度更是伤害膝盖。对中老年人来说，最科学的强度标准就是走到有点喘，但还能完整说出一句话的状态。如果你走得连话都说不出来，气喘吁吁，说明太过了。如果你边走还能边高声唱歌，说明强度太低了。每天有效行走3000到5000步，让心跳微微加快，身体微微冒汗，这就是最安全最有效的养生黄金强度。第二点，走路的姿势至关重要。我在安养院30年，看过太多长辈因为走路姿势不对，结果越走腰越痛，越走膝盖越肿。正确的姿势应该是抬头挺胸，双眼平视前方大约5到10公尺的地方，千万不要低头盯着自己的脚尖看，因为低头会让你的脖子和颈椎承受额外的重压，走久了就会头晕颈酸。双肩要自然向下放松，不要耸肩，更不要弯腰驼背。走的时候，双手要自然弯曲，随身体节奏前后摆动，手臂的摆动能帮你维持身体平衡，还能带动上肢和背部的肌肉旋转。脚落地的时候也有技巧，最好是脚跟先着地，然后顺畅地过渡到脚掌，最后由脚趾轻轻蹬地迈出下一步。这种脚跟到脚掌的滚动式落地，能够最大程度地吸收地面的反作用力，给你的膝盖和脊椎提供天然的缓冲保护。除了走路本身，我们还必须要重视腿部力量的日常积累。俗话说，人老腿先老，树老根先枯，腿部的肌肉就是支撑我们全身重量的天然支柱。如果你到了70岁，腿上一点肉都没有，全都是松弛的皮，那走路自然稳不了。在安养院里，我经常带长辈们做几种零成本，在家里就能轻松完成的下肢力量训练。第一种叫坐姿抬腿，大家坐在椅子上，背挺直，慢慢抬起一条腿伸直，让大腿前侧的肌肉紧绷，保持5秒钟再放下，两腿交替做个10来次。这个动作能极大增强股四头肌，这就是你膝盖的天然护膝。第二种叫扶墙半蹲，双手扶着墙壁或稳固的桌沿，双脚与肩同宽，慢慢往下蹲一点点，膝盖弯曲不要超过90度，然后再慢慢站起来。这个动作能锻炼你的大腿和臀部核心力量。第三种叫踩脚尖，站在墙边扶好，慢慢把脚跟抬起来，用脚尖支撑身体，保持2-3秒再放下。这个动作能强化小腿腓肠肌和脚踝稳定性。每天花10分钟做这几个小动作，你的脚下就会越来越稳，走起路来自然带风。讲完了怎么走，我还想特别跟大家强调一些居家安全的残酷大实话。在安养院30年，我见过太多长辈，身体原本调理得非常好，走路也很稳，结果却在自己最熟悉的家里跌倒了，一跌倒就再也没能站起来。居家安全细节就是长辈的保命线。大家回去一定要仔细检查一下自己的家里，浴室里有没有铺上防滑系数高的防滑垫，马桶旁边和淋浴间有没有安装牢固的扶手，卧室到卫生间的通道上有没有乱七八糟的电线或者起翘的小地毯。
特别是很多长辈晚上有起夜上厕所的习惯，半夜迷迷糊糊醒来，眼睛还没适应黑暗，如果房间里漆黑一片，极容易绊倒摔伤。我强力建议大家在走廊和卫生间装上廉价又实用的感应式夜灯，人到灯亮，这一个小小的改变，可能就能在关键时刻保住长辈的一条命。另外一个极其重要的大实话，就是关于日常喝水和营养补充。很多长辈跟我抱怨说，我不敢多喝水啊，一喝水就要跑厕所，尤其是晚上起夜太麻烦了，大错特错啊！长辈们，身体如果长期处于缺水状态，你的血液就会变得像浓粥一样粘稠，这就大大增加了脑梗死、心肌梗塞和深静脉血栓的风险，而且缺水会导致肠道干涸，引发严重的便秘。老人家上厕所用力过度，血压瞬间飙升，这也是极其危险的。正确的做法是少量多次的喝温开水，白天多喝，到了晚上7点以后适当控制饮水量。如果你确实频尿、夜尿多，不要害羞，一定要去医院的泌尿科检查一下，看看是不是摄护腺肥大或者是膀胱过动症。在现在的健保医疗条件下，这些都是完全可以通过药物得到良好控制的。在营养方面，千万不要盲目顿顿只吃稀饭咸菜，到了这个年纪，一定要保证优质蛋白质的摄入，像鸡蛋、豆腐、鱼肉、瘦肉、牛奶，这些都是维持你肌肉量不流失的宝贵原料。除了身体上的锻炼和保养，支撑我们健康活到8、90岁的，还有你的心理状态和社交生活。我在安养院里照顾了成千上万的长辈，我发现一个非常深刻的现象，那些能够健康长寿、每天笑口常开的老人家，不一定是最有钱的，但一定是心态最宽厚、最喜欢跟人交流的。孤独感是老年健康最大的毒药。很多长辈退休后或者老伴走后，就把自己关在家里，整天看着电视荧幕发呆，不跟外界说话。这种精神上的孤立会加速大脑功能的衰退，让全身的免疫力断崖式下降。我常劝大家走出去，多去社区活动中心走走，去参加社区大学，去当志工，或者跟邻居老友在公园下下棋、聊聊天。就算只是跟路上碰到的熟人打个招呼，这种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和温度都能刺激大脑分泌快乐激素，让你保持思维敏捷，心情愉悦。讲到这里，我想起我在安养院里照顾过的一位林奶奶的故事。林奶奶刚被子女送来安养院的时候，整个人消沉到了极点，因为她老伴刚走没多久，她自己又因为轻微中风导致左边腿脚不太利索，走起路来一拖一拽的。她当时觉得人生彻底没有希望了，整天躲在房间里掉眼泪，饭也不肯好好吃。后来我和我们院里的护理人员、物理治疗师一起鼓励她，先不强求她走路，只是每天用轮椅推着她到院子里的花园晒太阳，看其他长辈做操聊天。慢慢的，林奶奶心里的冰山融化了，她开始愿意配合物理治疗师做康复训练，从最开始扶着平行杆站立5分钟，到后来能够迈出第一步，再到后来能够扶着4脚拐杖自己走去餐厅吃饭。林奶奶付出了巨大的努力，1年之后，她竟然扔掉了轮椅和4脚拐杖，只需要用单手拐杖就能在公园里散步了。现在林奶奶已经75岁了，每天精气神十足，还在社区里当志工，鼓励其他生病的长辈。他常握着我的手说，张院长，我现在才真正体会到，只要自己不放弃，只要2条腿还能往前迈，日子就有盼头，活着就有无限的滋味。林奶奶的故事告诉我们，人的潜力是极其巨大的，无论你现在身体处于什么起点，只要你愿意迈开腿动起来，你的大脑和肌肉就会给你最积极的回馈。在这里，我也想顺便对电视机前、手机前面的年轻朋友们说几句肺腑之言。如果您看到了今天的这支影片，请不要只是顺手转发给父母，就算完成了任务。我真诚的建议您，这周末抽空回家一趟，推掉不必要的应酬，亲自陪着爸爸妈妈去外面的公园走一走。走的时候，
不要只顾着低头看手机，仔细观察一下父母走路的姿势，看看他们的脚步是不是变慢了，是不是有点晃，上下台阶的时候是不是有些费力了。这些日常生活中最微小的细节，远比你买多么昂贵的保健品都更能反映父母的健康状况。陪伴才是最深情的孝顺，细致的关注才是对父母最贴心的守护。就像小时候他们耐心地牵着你的小手，教你迈出人生第一步一样，现在也请你牵起他们日益衰老的手，陪着他们慢慢的、稳稳的往前走。各位长辈，人生70古来稀早已成为历史，70岁绝对不是生命的终点或者衰退的叹息，而是我们开启高品质、有尊严、健康快乐后半生生活的新起点。走路这件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事，里面蕴含着生命的密码与健康的宝藏。只要我们保持积极乐观的心态，坚持科学自然的行走，关注居家的安全细节，合理补充营养与水分，我们就一定能够把健康的钥匙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走出精彩，走出长寿，昂首阔步地迎接未来的每一个岁月。如果您觉得今天健康大家谈的内容对您有所启发，记得帮这支影片按个赞，订阅我们的频道，把这支影片分享给您身边关心的家人老朋友。我是主播张宏志，我们下期影片再见。祝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